由于焦点三角形的面积以及面积公式的应用比较重要，所以呢，我在讲下一个知识点之前呢，再给大家做一件习题。这些题也体现了好多重要的东西。我们看一下，设 F1、F2 是焦点在 x 轴上的椭圆的两个焦点。如果椭圆上恒存在一点，一定存在一点 P， 使得这个角是120度。我们画一下焦点在 x 轴上的椭圆，它是这个样子的。这是左焦点 F1， 右焦点 F2， 这上有一点 P， 一定有一点 P， 使得这个角 F1P、F2 等于120度，然后让我求离心率 E 的取值范围。当我看到这个题的时候，就想，第一，取值范围，大概我需要找不等关系，或者说找不等式。然后呢 ，E 等于什么呀 ？E 有两种表达，第一种表达是西比 A， 第二种表达是根号下1减去 A 方分之 B 方。所以我要么就找西和 A 的不等式，我要么就找 A 方 B 方的不等式。可是所有的条件就是一个120度，别的我都不知道。那我到哪里去找不等关系呢？后来我一看，这不是焦点三角形吗？你还给我这个角了，我忍不住就表达了一下焦点三角形的面积 ，S 三角形 PF1、F2， 它就是 B 方乘以tan尽它2分之120度。后来我又开始想，你这个点 P 是落在这个短轴的端点处了吗？我读了一下题，它没说。那也可能落在这儿，也可能是落在其他的地方，所以它是不是最大面积我不知道。那么如果点 P 落在这儿，这样的角是120度，那你就是最大面积，否则的话人家最大面积是 BC。 总之它一定是小于等于 BC 的，这是没有问题的。那么 B 拿出来一个就约掉了，因为是正数，约掉一个 B， 不等号方向不变，120度除以2是60度，弹进的60度是根号3，所以我得到根号3是小于等于 C 的，于是 3B 的平方就小于等于 C 方，可是我需要的是 A 方 B 方，C 方就等于 A 方减 B 方，因为在椭圆当中 A 老大。所以呢，把 B 方移过来， 4B 方就小于等于 A 方，所以 A 方分之 B 方就小于等于4分之1，把 A 除到左边，把4除到右边，不等号方向不变，而负的 A 方分之 B 方大于等于负的4分之1。然后呢，左右两边都加1，在负的 A 方分之 B 方的基础上给它加个1，负4分之1的基础上也加个1，它是4分之3。它呢两边同时开根号，因为都是正数，根号下1减去 A 方分之 B 方，它就大于等于2分之根号3。它是谁呀？它不就是 E 吗？即E 大于等于2分之根号3。我们在讲椭圆离心率的时候，椭圆离心率是自带范围的，离心率是大于0，小于1，这是0，这是1，2分之根号3 1.7 除以2，所以2分之根号3在这儿，大于等于它还要落在它们俩之间，所以 E 是属于2分之根号3逗1的。你看，原来这个焦点三角形面积的那个不等式，竟然让我把离心率的范围找到了。好，那么这个时候有的同学深入思考了以后，他就会问老师，我发现点 P 在不同的位置
得到的角是不一样的，这个角就比较小，你再往下它就更小了。那它在这儿一定能是120度吗？一定能取到120度吗？还有你点 P 在什么位置的时候，我这个角 F1、PF2 最大呢？这是2个问题。第一个，点 P 在短轴的端点处的时候，这个角是最大的。这个下次课以后我要专门给大家讲这个问题这节课先不说。那么你就先知道点 P 在短轴的端点处的时候，它和2个交点的连线，这个角是最大的。最大的角就一定是超过90度的，一定是钝角吗？不一定。好，接下来我要讲这节课超级重要的一个内容。首先呢，在椭圆当中 A 是老大的，但是 B 和 C 大小是不确定的。如果我2个交点之间的距离比较长，2个交点之间的距离比较大，画出来的椭圆有点扁，这个时候 C 这是半个焦距，从这儿到这儿是焦距，半个焦距是 C。这是短轴 2B， 短半轴是 B，C 是大于 B 的。你们不都是椭圆上的点和2个交点连线吗？所以呢，我画一个辅助圆儿。我们在初中的时候，你们学平面几何经常做辅助线。现在呢，我要做一个辅助圆儿，什么样的圆儿呢？以坐标原点为圆心，以西长为半径，我画了一个圆儿。很明显，由于 C 比 B 大，所以呢，我这个圆儿就和椭圆相交。这是 P1、P2、P3、P4，相交于4个点。相交于4个点，P1、P3 是关于 x 轴对称 ，P2、P4 关于 x 轴对称 ，P1、P2 和 P3、P4 分别都关于 y 轴对称。所以呢，我只需要把 P1F、P2F 连上就可以了。点 P1 既在椭圆上，它也在这个圆上。那么圆上以 F1、F2 为直径，因为 C 是半径嘛，直径上的圆周角是90度，所以大家有什么感觉呢？是不是发现椭圆上的点和2个交点连线得到的角是90度？这样的点在 C 大于 B 的时候是有的，但是它只有4个点。多一个也不行，少一个也不行。那么这4个点是直角点，那夹在它俩之间，我在这种地方，在 P1、P2 它们俩夹的这部分椭圆上找一个点，它和2个交点的连线张开的这个角，大家想一想，是什么样的角呢？它在圆上，这个肯定是直角了。它是它的外角，显然这个就是钝角。那如果我在这种地方找点和2个交点连线，没得说呀，它途经这个圆了，它是直角，显然这个角就是啥？就是锐角呗。所以椭圆上的2个点和2个交点连线得到的不一定是有直角、有锐角、有钝角。你像 C 大于 B 的这种情况呢， P1、P2、P3、P4 这样的4个点和2个交点连线得到的都是直角，就4个，不多也不少，成对出现的。夹在它们俩之间和它们俩之间上的椭圆的点和2个交点连线得到的角就是钝角。在它们外侧随便的找点和交点连线张开的角就是锐角。
可是老师刚才说了 B 和 C 的大小是不确定的呀。我们再研究一个，这个时候呢，这个椭圆是这个样子的，看看是不是比刚才的稍微圆鼓一点啊？这个是 F1，这个点是 F2，大家有没有感觉到这是 C， 这是 B， 此时此刻 C 和 B 是相等的。我依然以坐标原点为圆心，以西长为半径，我画了一个圆儿。那么这个圆儿是不是和椭圆相切？向内切，切点是 P1、P2。这个 P1 既在圆儿上，直径上的圆周角是90度，它也在椭圆上。所以同学们发现 ，P1 和两个交点连线得到的是直角。椭圆上只有2个点和交点连线，张开的角是直角，没有钝角。除了 P1 和 P2 之外，你随便的再找一个点连线，它是直的，这个就一定是什么？一定是锐的。所以这种条件下没有钝角，只有直角，直角点2个成对出现。其他的点除了这2个点之外，其他任何一个点和2个交点连线，张开的角都是锐角。那么 C 有没有可能比 B 小呢？当然也很有可能啊。我这个椭圆更加圆了一点儿，这是左交点 F1， 这个是右交点 F2， 这个是 C 小于 B， 我以西长为半径画一个圆儿，它悬在这个椭圆的内部，所以椭圆上任何一个点和2个交点的连线，它是直角，所有的角都是锐角。椭圆上再也没有点在这种条件下和2个交点连线得到的是钝角和直角，一个都没有，全都是锐角。所以大家要知道，并不是椭圆上随便的找一个点，你和2个交点一连线，张开的角就都是钝角，不是的。好，这几种情况大家要把它记下去比较重要的一个知识点。当我说到这儿以后呢，我给大家讲了这3个模型，有的同学就问我了，老师，那你这个你看它都有钝角了，是不是这种情形？我说对呀。那这种情形不就是西大于 B？ 我说对呀。那西大于 B 不就是西方大于 B 方了吗？我说对呀。西方就等于 A 方减 B 方，然后大于 B 方，然后就推出来 A 方是大于2B 方的，然后呢我们就得到把2除过来，把 A 除过去。老师，你看看这个 A 方分之 B 方是小于1/2的，你刚才为啥是这样的呀？那它俩不是不一样了吗？它俩是不一样了。那大家想想为啥呢？那结果怎么能不一样呢？好，我要解释一下，这道题它没有单单说它是钝角，那钝角好多呀，130度啊，还是110度啊，还是100度啊，还是105度啊。你只是有钝角，但不知道你钝到什么程度，你没有体现出来120度，没有把它体现出来，而人家说了它是120度，你得把120度表现出来。如果他单单说钝角，没说120度，就这样做没有问题，而是他提到了120度，你就要把120度表示出来。所以呢这道题我就得是应用交点三角形面积的这个不等关系。所以要就题论题，在题中条件不一样，稍微有一点变化，那么可能处理问题的方法就不一样了。好了，这节课呢，我又给大家讲了3个小模型，并不是椭圆上的点和2个交点的连线，张开的角一定是钝角的。
千万要注意条件，在不同的条件下，我们有不同的情形。这节课呢，就给大家讲这么多。下节课我再给大家做一节有关于焦点三角形的问题，因为焦点三角形特别重要。好了，下节课我们再见。